我加油这边。哎，您好，这边是腾讯视频，然后我们也知道您刚刚结束完脱口秀他的朋友们的总决赛的录制，怎么看？我说真的好难。因为今年作为脱口秀的老粉，作为那个笑团成员嘛，今年在现场看节目和之前在屏幕里面看有什么不同呢？我是在屏幕外看的，对在屏幕里看。我感觉更加近距离的了解一个行业之后，你才会发现他们心里的那些能力和特点要做到有多么的难。因为之前可能会无论是刷一些 cut 还是看节目，你就觉得脱口秀好像感觉人家是人都可以说，只要发生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说。但真的这一次陪伴我们脱友第3季整季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门非常难做到的一个事情。你又要去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让大家笑。你知道吗？当下面的观众朋友们都在期待笑，它就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感觉我站上台去，因为我有中间小小的尝试一下，虽然还没有播到我自己那个所谓我不认为是那个脱口秀，我自己的那个表演，我就觉得太难了，就感觉我想努力让你笑，但这事情越想这样做，下面的朋友越不笑。比如现在我就想让大家笑，你看这种假笑就是无效的。所以脱口秀真的太难了，但是也感觉也体会到了更多的不同的人生。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用另外一个行业的角度去看，可帮助我去更好的去怎么处理作品，我也是非常多的收获的。那在今年的脱口秀新人中，你最喜欢谁呢？可以说出理由吗？哇，老师让我得罪人。对，我在脱口秀脱友赛里面学到就是不吃压力，我不告诉你。那如果非常想知道呢？我非常不想告诉你。那如果我作为你的歌迷非常想知道呢？生米爱你哦。好，那有没有被今年的哪个选手的脱口秀改变了你的一些对世界生活的看法呢？很多那这个真的非常多。就比如像一定要提名字就对了，对吧？像什么梦洁啊，对，然后像怎么会突然笑出声音？然后像季夜啊，还有我觉得更感慨的是，来到第3季，我看到了很多之前不叫老演员了，就之前参加过的演员们他们的蜕变，比如像非常内向的，就像梦洁啊、Sam 啊他们这些，因为他感觉从他们身上看到的那种蜕变是来自于观众朋友们的。那当然，像什么季夜啊，像小齐啊，像这样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演员们，大家一定会知道，他们还在不停的在进步。而且像我在步惊云身上，我看到他对舞台上那种认真程度，真的是每一次他一演出，他的能量都是爆炸的。就能够演这么多场，对舞台还是没有那种倦态，我觉得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他们所有的表达的角度都让我去找到了新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最后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一下录完脱友的感受，可以给大家清唱一下吗？谢谢你。录完之后的那是下班了，没有，但是真的很意外，说没想到在脱友3最后一期。疯狂的一直在感动，我的眼眶湿润了好几次，所以真的会不舍。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唱。无论天涯，无云海角。祖国好，祖国好！哇，谢谢你，好了，耶！如果实在不想唱硬被 Q 唱，就怪这位老师。谢谢。